教育就是当一个人把在学校所学全部忘光之后剩下的东西。不要努力成为一个成功者，要努力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如果一个想法在一开始不是荒谬的，那它就是没有希望的。每个人都身怀天赋，但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来评判一只鱼，他会终其一生以为自己愚蠢。一个从未犯错的人是，因为他不曾尝试新鲜事物。把你的手放在滚热的炉子上1分钟，感觉起来像1小时；坐在一个漂亮姑娘身边整整1小时，感觉起来像1分钟。这就是相对。我从不去想未来，因为它来的已经够快的了。态度上的弱点会变成性格上的弱点。成功等于艰苦劳动加正确的方法加少说空话。人的差异产生于业余时间，业余时间能成就一个人，也能毁灭一个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朋友。天才和愚蠢之间的区别就是，天才是有极限的。一个人最高的本领，就是适应客观世界的能力。要打破人的偏见，比崩解一个原子还难。不要抱怨生活，那只能说明你的无能。强者从来不抱怨生活。这世界不会被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毁灭，而是冷眼旁观，选择保持缄默的人。并不是我很聪明，而只是我和问题相处的比较久一点。常识就是人到18岁为止所累积的各种偏见。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是无限，它包含了一切，推动着进步，是人类进化的源泉。逻辑会把你从 A 带到 B， 想象力能带你去任何地方。道德毫无神圣之处，它纯粹只是人之常情。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在天才和勤奋之间，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它几乎是世界上一切成就的催产婆。生命会给你所要的东西，只要你不断地向他要，只要你在要的时候讲得清楚。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作生活目的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真正有价值的是直觉，在探索的道路上智力无甚用处。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人们都把我的成功归功于天才，其实我的天才只是刻苦而已。苦和甜来自外界，坚强则来自内心，来自一个人的自我努力。时间存在的意义就是，任何事都不可能立刻实现。人生就像骑单车，想保持平衡就得往前走。一个快乐的人总是满足于当下，而不太浪费时间去想未来的事。对一切来说，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它远远胜过责任感。凡在小事上对真理持轻率态度的人，在大事上也是不可信任的。只要你有一件合理的事去做，
你的生活就会显得特别美好。世界上最让我难以理解的就是所得税。我们一来到世间，社会就在我们面前竖起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你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为社会服务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标。使学生对教师尊敬的唯一源泉在于教师的德和才。不管时代的潮流和社会的风尚怎样，人总可以凭着自己高贵的品质，超脱时代和社会，走自己正确的道路。我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不过是喜欢寻根刨底地追究问题罢了。人做事如果要成功，在之前必须脑海中有画面。我不信仰一个人格化的神，幸福来自于有目标的生活，而不是来自他人或物质。真正使我感兴趣的是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有没有别的方案可选。任何一个有智力的笨蛋都可以把事情搞得更大、更复杂，也更激烈。往相反的方向前进则需要天分以及很大的勇气。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式，一种是生活不存在奇迹，另一种则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奇迹。只要你不放弃尝试，就永远不会失败。为了惩罚我对权威的蔑视，命运把我自己变成了一个权威。没有侥幸这回事，最偶然的意外似乎也都是有必然的。有时候一个人为不花钱得到的东西付出的代价最高。在天才和勤奋之间，我毫不迟疑地选择勤奋，它几乎是世界上一切成就的催生婆。对于一个为了发现一丁点真理而奋斗终生的人来说，如果他能亲眼看到别人真正理解并喜欢他的工作，那他就得到了最美好的报偿。绝不要把你们的学习看成是任务，而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机会。为了你们自己的欢乐和今后工作所属社会的利益去学习。在小事上对真理持轻率态度的人，在大事上也是不足信任的。不管时代的潮流和社会的风尚怎样，人总可以凭着高贵的品质，超脱时代和社会，走自己正确的道路。因为我对权威的轻蔑，所以命运惩罚我，使我自己竟也成了权威。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思维世界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惊奇的不断摆脱。人只有现身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我们一来到世间，社会就会在我们面前竖起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你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耐心和恒心总会得到报酬的。没有侥幸这回事，最偶然的意外似乎也都是有必然性的。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朋友。在学校和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的动力是工作中的乐趣，是工作获得结果时的乐趣，以及对这个结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我们所能经历的最美好的事情是神秘，它是所有真正的艺术和科学的源泉。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
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朱兰的理想。你要知道科学方法的实质，不要去听一个科学家对你说些什么，而要仔细看他在做些什么。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的实在因素。我要做的知识，以我微薄的绵力来为真理和正义服务。凡在小事上对真理持轻率态度的人，在大事上也是不足信的。不要努力成为一个成功者，要努力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科学是永无止境的，它是一个永恒之谜。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人。我们中许多人都是幼稚的，其中有些人比别人更幼稚些。但是如果一个人知道了他是幼稚的，那么这种自知之明就会成为一种冲淡的因素。我绝对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财富绝不能使人类进步。我要做的知识，以我微薄的力量，为真理和正义服务，即使不为人喜欢，也在所不惜。爱是比责任感更好的老师。在一个崇高的目标支持下，不停地工作，即使慢，也一定会获得成功。对一个人来说，所期望的不是别的，而仅仅是他能全力以赴和献身于一种美好事业。要是没有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有创造能力的个人，社会的向上发展就不可想象。现在大家都为了电冰箱、汽车、房子而奔波、追逐、竞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但是也还有不少人，他们不追求这些物质的东西，他们追求理想和真理，得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简朴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有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科学家必须在庞杂的经验事实中抓住某些可用精密公式来表示的普遍特征，由此探求自然界的普遍原理。人所具备的智力仅够使自己清楚地认识到，在大自然面前自己的智力是何等的欠缺。如果这重谦卑精神能为世人所共有，那么人类活动的世界就会更加具有吸引力。只有为别人而活的生命才是值得的。我从不想未来，它来得太快。人之能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我们思想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常常来源于好奇心。凡在小事上对真理持轻率态度的人，在大事上也是不可信任的。使学生对教师尊敬的唯一源泉，在于教师的德和才。凡是对人类生活提高最有贡献的人，应当是最受爱戴的人，这在原则上是对的。但是如果要求别人承认自己比同伴或者同学更高更将，或者更有才智，那就容易在心理上产生唯我独尊的态度，这无对个人对社会都是有害的。
谁要是把自己标榜为真理和知识领域里的裁判官，他就会被神的笑声所覆灭。每个人都有一部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的本身，这种基础我叫它珠蓝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真。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种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作生活目的的本身。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来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我确实相信，在我们的教育中，往往知识围着实用和实际的目的，过分强调单纯治愈的态度，已经直接导致对伦理教育的损害。